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装修大佬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。现在呢，这个地板我们已经做了有一半了啊，走起来特别的结实啊。大家是不是好奇，怎么地板突然就做完了啊？它是怎么做的呢？咱们现在倒回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刚才经过我们的努力啊，这个地板算是完全拆掉了啊。拆完以后呢，就发现这个保温棉底下乱七八糟啊，有的没放，有的掉了，有的放的也不规范啊，还有一些就是拿一些边角料来拼起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屋主就决定把全房的保温棉全部换掉啊，换成现在的新的。咱们看一下这个现场够不够惨烈啊？太刺激了。啊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板呢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这样的话拆起来比较容易一些，要不然是完全拆不掉的。这个是厨房位置，这个地板呢完全泡坏掉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垃圾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呢把新的地板先暂时铺在上面，方便我们走路啊。等这个屋主定好保温棉的材料，我们要先做保温棉。然后同时呢，要加固下面的木头，然后再把这个木板钉回去。啊，这天色也渐黑了啊，看来今天晚上要加班了。再说两句。下班，不说了，累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连夜加班呢？因为明天呢有队伍来装这个太阳能供电系统，所以呢我们要确保他们有安全的这个走路的空间。啊，还有呢就是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固这个框架，这样的话我们要铺一些地板在上面，我们可以站在上面工作。OK， 时间不早了啊，该下班了。
这些木头用的快啊，一转眼一堆木头就没了，又要去买木头了。之前这个洗衣房有人加过木头，我们全给拆掉了，因为它用的不是防水木头，所以我们现在加的新的木头都是防水的木头。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呢，我们会对这个卫浴跟洗衣房的地板接着进行加固，因为这两个房间的地面呢，将来是要铺瓷砖的，所以这个大梁里面是一定要加这个 nog， 就是每400一个间距把这个 nog 给加满。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框架更结实一些，上面的瓷砖也会比较稳。然后关于客厅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在等新的薄棉到了以后，我们就会从角落排着开始往里做，先吸尘，然后把新的薄棉安装好，然后再一块一块的把地板给安装上去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电线啊，这个就是太阳能的电线，然后它呢是一直连到这个电表箱里。这个呢就是新装的给太阳能的电表箱。这个呢就是电池，这个屋主选用的这个品牌是华为啊，然后它的功率呢是5000瓦，不是很大。然后这个呢也是华为的逆变器，然后剩下的就是开关啦、控制器之类的。这个电池还是比较小的啊，但是5000瓦呢，基本就能满足你日常用电了。比方说一些电脑啦、电灯啦、插座啦，都是可以带得起来的。当然，一些大的功率，这个5000瓦还是不够的。比方说阿温啦、电煮饭之类的，它应该是带不起来的。所以未来呢，肯定是新能源的时代啊，尤其这个太阳能，它是免费的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安装这个太阳能。大佬也有这个想法啊。当我研究明白我要用哪个品牌跟怎么搭配的时候，我呢就会在我家里装一套，到时候肯定出期视频啊。由于这个外面下雨，我就不到屋顶上拍了啊。现在给大家在下面看一下，那个呢就是太阳能板，这个屋主大概是装了10几个，然后对这个5000瓦功率的电池来说，肯定是足够用了。这个不错啊，城里人就是会玩啊，这个不错啊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知识。我们当时呢是从客厅的位置开始铺这个地板，然后是厨房。这张板呢我们没有固定因为到时候这个水工是要把这个地板打开，在里面走水管用。
我们呢铺到这个客厅的位置啊，然后这个白色的呢是保温棉，我们用的呢是 polyester 这种保温棉，它的好处呢就是不怕水，防潮。这个保温系数呢是 R1.8，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保温棉比较好安装啊，因为它是软的，它这个形状可以随意的变化。这个 Underfloor 的保温棉呢，它的 R 系数一般在 1.5 到 2.0 之间哈。像这种外墙呢，它的保温棉的 R 系数一般是 2.0 到 2.8 之间。当然你再高，它这个墙的厚度受限，所以不可能无限的高。然后这个 ceiling 的里面呢，这个保温系数甚至可以达到4点几哈，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它的厚度可以增高，所以它的保温系数就会增加。所以这个 ceiling 的保温棉也是特别关键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接着安装地板。然后在安装地板之前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板的大梁里面要加一些 nog， 是给这个地板跟地板之间的接缝使用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儿了啊。大佬要去买地板了，这个2天不花钱啊就难受啊。节目的最后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欢迎关注大佬视频，咱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